You'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If we change it, you'll know how.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Once you let it change.大家好，欢迎回到皮小说 Rock。上支影片介绍 Uniqlo C 2025春夏季预计会释出怎样的新品。那在 C 系的开卖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入手一件非常好看的法军甲板外套。讲到公发军品的外套类单品，基本上多数人比较偏好的多半是空军的飞行外套或者是飞行皮衣。不过对我来说，其实比起空军的外套，我更加喜欢海军的甲板外套，因为飞行外套版型多半是偏中短版的设计，论现代日常搭配的话，比较会吃身形。以我的身形没有那么完美嘛，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好，如果是日常搭配，还是这种海军的这种中版衣长的甲板外套，在日常搭配会更加实用好看。今天要介绍的不是美军的经典 N1 Deck Jacket， 美军的 N1 的话，说实话真的是太难入手。现在想要入手到好的状态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多半能入手到都是破破烂烂的状态，而且破破烂烂的状态可能也要2万台币起跳。以后如果运气好的话，有找到状态不错，那又是我的 size 的话，再跟大家分享。今天只是要来跟大家介绍尺寸、状态、版型都是非常完美的一件法军甲板外套。今天这支影片就是会跟大家完整分享法军甲板外套的设计细节、用料、detail， 还有哪些设计点跟美军有所不同的，待会跟大家完整分析。好，那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一款1960年代 French Navy N1 Deck Jacket。 那我们可以注意到法军的 N1 Deck Jacket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于领子的颜色还有整体面料颜色都不太一样。法军的 N1 Deck Jacket 的话，毛领的部分颜色比较深比较饱满，像是美军的话就比较淡棕色的那种感觉。主体的色调的话则是比较偏淡绿色的这种 olive green 的感觉。给大家比较一下，跟我的美军40年代 M43 Field Jacket 色调上算蛮接近，法军的会稍微比美军的 M43 稍微深一点点，可是不是那种很绿的那种绿色调，所以日常搭配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色泽。还有比较明显的设计区别就是它的毛领的部分，法军的领型的设计上稍微大一点，大的好处就是待会实穿的时候立领就可以感受到整个包覆的面积就更广，保温保暖性也更加好。整体面料部分是采用 Jungle Cloth 的这种经典的甲板外套的面料。Jungle Cloth 这个面料的话，采用100% cotton 的纯棉材质，因为它的缝纫方式、经纬度的缝纫的粗细度不同，让它整个面料更加紧实，所以可以产生比一般面料更加耐用、防泼水还有防风的这个细节。最早是美军他们在2战时期就开始采用，后来法军应该就有参考他们的面料做设计改良。这个 Jungle Cloth 的防泼水效果个人觉得还不错，一般小雨的话都 OK。之前有一次是下大雨的情况下来穿这件，骑车大概1个小时左右，整体外观最后会变得蛮湿的感觉，可是不会弄湿到内层，毕竟是要在军舰甲板上日常作业使用，所以这种基本的防水防风的效果我个人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在法军这一款 N1 Jacket 还有一个很不错的 detail， 就是在于袖子前侧我们可以注意到它有做稍微拼接的感觉，毕竟是最需要摩擦的地方，所以他们有做一个补强的设计。这个补强部分并不是采用 Jungle Cloth 的这种直条纹的面料，而是采用我们熟悉的 Herringbone 人字纹面料来做补强，所以在面料细节的美感来说，我觉得又更加漂亮。毕竟是法国的设计啊，他们在军装的设计还是很重视这种小detail的细节。整件外套的状态必须要说真的是维持得非常漂亮，以1960年代实际下部队的状态来说真的很漂亮。袖口内侧下半部这边有稍微有一点磨
损痕迹。那其他状态来说，真的都是非常漂亮。毕竟这个 Jungle Cloth 的这个面料啊，有一定的厚度，这也代表它更加耐用，并不容易可以产生破损。袖口内侧它是有做螺纹缩口的设计，日常骑车的话，这个螺纹缩口就很重要，可以防止风灌进去的设计。那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实套给大家看看。好，实穿的感觉像这样，有没有？这一件的尺寸感来说，真的是非常完美。以我的身形172 80公斤，实穿宽松舒服。像我平常 Uniqlo 都是穿 XL， 这一件实穿拉链拉起来全扣，刚刚好的宽松感，不会紧绷，也不会过于 oversize 的感觉。那如果身形跟我差不多的话，这个尺寸绝对是非常刚好的。那美军的 N1 的话，如果想要找到这种尺寸，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美军4446左右这种大尺寸的话，一般收藏家都不会放出来，所以我反而觉得法军的这一款尺寸版型来说更加完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一件的整体版型设计跟设计 detail。整体面料部分就是这种防泼水的 Jungle Cloth 材质啊。整体自然旧化感，我觉得旧化的刚刚好，不会像那种现代复刻的那种军品，看起来那种绿就很饱满的绿那种感觉。像它这种淡淡的 olive green， 再加上它自然水洗旧化，稍微有点显白的这种旧化感，才是 vintage公发军品真正的魅力。纽扣部分也都完整保留，这面采用6扣设计，那内侧口袋这边还有一个备用扣，所以你如果不小心遗失的话，可以用这个备用扣来做补强。那拉链部分采用非常有味道的 Eclair 全铜拉链。过去大概1950到60年代左右的法军外套，很常会看到这个 Eclair 铜拉链的设计。另外就是毛领跟内侧的长刷毛，状态维持非常漂亮，扣起来的保温保暖性真的是非常推荐。以台湾冬季的话，基本上日常外出，其实内侧搭一件短袖 T 恤差不多就够了。它这个长刷毛的细节啊，其实两袖内侧也完整都是，不是只有中间身体的部分，两袖内侧也全部都是采用长刷毛，所以我才说防风保温保暖性真的是非常好。再来就是口袋的部分，双侧 Warm Pocket 保暖口袋的设计，日常搭配这样子插个口袋就非常好看。好，那我们就拉链拉起来全扣给大家看看。以1960年代的这种状态来说，它的拉链维持的真的是非常漂亮。美军的 N1 的话，毕竟真的是用了太久了，他们很常拉链都是破破烂烂的，拉链拉起来全扣感觉像这样。有没有？这一件的保温保暖性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刚刚讲的侧边的这种利落的感觉，完全不会臃肿显胖。而且像我今天内侧其实还有穿这件比较厚的针织衫，如果单穿 T 恤的话，绝对是更加轻薄舒适。侧边的线条感很漂亮，背面的曲线也很好看。尤其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特别看到它的这个长毛领的设计，大家远看就可以看得出，这件是 N1 的版型设计。注意毛领的颜色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它是法军的款式。那我们就立领给大家看看，全扣立领的感觉像这样。刚刚有提到它的领子比美军的还要更大，像是侧边跟背后的感觉就更加明显，尤其是背后，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乎可以挡到耳朵的部分，基本上整个脖子是非常完整的包覆起来，所以这样的保暖性来说，寒流来的话绝对是没有问题。好，那今天就是快速跟大家分享近期入手个人最喜欢的一款公发军品的甲板外套。甲板外套在市面上真的非常少见，法军的这个版型设计非常实用，那再加上它的这种真正军品才有重视的这种补强细节啊，还有磨损痕迹，再加上自然旧化的淡白色调的 olive green 的感觉，
这些都是真正的公发军品才可以呈现的细节，也是他们会重视的要点。那今天介绍这一款的商品链接也会放在下方介绍栏。近期预计也会陆续释出一些像是比较实用的皮革手套啊，都是精品品牌的皮革手套。同时最近也会陆续上架一些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看，以日常搭配更加可以凸显出优雅，也比较适合跟 vintage 军装来做混搭的这种 vintage 表款，像是这一款1970年代的 Seiko 手表啊，预计都是近期会陆续上架的好物。那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Soweto Vintage 的 Instagram， 还有我的虾皮卖场，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那今天频道这边，那如果喜欢这类型穿搭也评或是公发军品的话，再为大家发下跟频道，并且开小铃铛的 Instagram 时常更新穿搭照，也可以follow下，还有Soweto虾皮卖场近期为大家新品，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逛逛 Shark。我们下期见。